你搭车时遇到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呢？劫后余生的我，现在想起还是惶惶不安。写完手上最后的 PPT， 我打着哈欠离开了办公楼。爸爸早已经等候在门口，疲惫地上了爸爸的出租车。困意渐渐向我袭来，我闭上眼睛打盹，猛地一个急刹车，我吓了一激灵。突然间，车窗外出现一个黑影，整个人几乎贴在玻璃上。车灯下的他戴着黑色的口罩和一副眼镜，五官被挡住了大半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突然跳出来拦车，把你撞到怎么办？爸爸生气地质问男人。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，我想送他回家，可惜这里不好打车。大哥，你能不能捎我们一程？太晚了，车打烊了。我对男人说。男人此时才留意到副驾上的我，两束冷冷的目光射向我，我被他看得有些发毛，不自觉地挪了挪身子，把眼神转向另一边。大哥，行好吧，我多加钱行吗？给你3倍车费。男人冲着爸爸不停作揖。那行吧，你赶紧把他扶上来。爸爸妥协地说。下一秒，男人打开后车门，然后快步走到路边的大树旁，费力地从树后抱出一名瘦高的男人。爸爸见他有些吃力，下车准备帮忙。我一个人就行，我朋友不喜欢外人碰他。我留意到男人怀里的朋友脑袋低垂着，手也是无力地垂了下去，一副完全没有意识的模样。这是把酒当水喝了吧？我爸在旁边说着。男人先是把朋友塞进后座，紧接着也钻了进来。朋友身子向前倾斜，险些跌倒。我本能的伸手想要去扶他，却被男人用力把手拍开。不需要。男人阴沉地警告我。我的手背瞬间火辣辣的疼，怒气嗖地冒了出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不识好歹。男人并没有搭理我，只是死死压着朋友。我偷瞟了朋友几眼，他脸色发白，双眼紧闭，从始至终没发出任何声音。车子一路前行，走出一段距离后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，额头渗出冷汗。车窗明明是关着的，可车里没有一丝酒精的味道。这个朋友从上车到现在一动不动，甚至连呼吸声都没有。他不会是死了吧？这个念头把我自己吓了一跳。我再次把目光投向男人的朋友，他依旧头低垂着，眼皮动也不动。男人似乎感受到了我打量的目光，猛地看向我。我心虚地吞了吞口水。男人挑了挑眉毛，解释道：我这朋友酒量不好，喝醉了睡得就像死猪一样。我透过后视镜望去，那人的口鼻一直扎在男人的肩膀上，难道不怕窒息吗？就在我疑惑间，一只野猫莫名从路边窜了出来，爸爸直接来了一脚急刹车。我的旁边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是后座的那个朋友。爸爸的所有注意力都在那只野猫上，不高兴地咒骂了几句，而我却清晰地看到朋友的嘴角里有血淌出来，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男人将朋友扯了起来，我的脸瞬间煞白，这个朋友竟然没有呼吸。我现在100%确认他是一具尸体，恐惧让我的心脏快要跳了出来。我该怎么办？装作视而不见，还是想办法报警？我小心翼翼地将手机摸了出来。你想干什么？一道阴狠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的手机直接被夺走了。你知道了对吧？男人眼神看向那具尸体。什么？我下意识地否认。不用跟我装傻。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，直接抵住了我的喉咙，我吓得浑身颤抖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旁边的爸爸已经停下了车。别伤害我女儿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爸爸紧张地开口。要想让她活命很简单，不许使其他任何花招，把车往郊区开。爸爸点了点头，再次启动车子。期间爸爸也在找各种话题聊着天，想着缓解下凶手的戒备。被匕首指着脖子的我感觉糟透了，我的眼泪自始至终没有停过，身体抖成了筛子，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生怕惹毛了男人。行驶的路越来越偏僻，我的心狠狠地揪成一团，期盼着能有人来救救我们。不远处路口突然出现了一道道强烈的光束，是几个交警站在光里，手里还拿着红色的棒子，应该是查酒驾的。我的心霎时平静了不少。男人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慌乱不已，嚷着让我爸停车，推开车门落荒而逃。我和爸爸劫后余生，许久都缓不过神来，直到警察找我们录口供时，我的大脑依旧一片空白。男人很快被捉拿归案。据他描述，男人失手将朋友打死，害怕事情败露，就打算抛尸荒野。遇到我们之前，已经背着死者走了3、4条街了。在他没力气时，恰巧看到爸爸的出租车。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。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，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回来。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半夜了，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，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几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
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，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：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。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，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。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地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深夜，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，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，那屋外的到底是谁？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，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，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？与此同时，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，我瞬间屏住呼吸，死死捂住嘴巴，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那束光就消失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，这才想到昨晚回来的太晚，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悲催的是，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银台上，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，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。我鼓起勇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连拖鞋也没敢穿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漆黑的大厅，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银台前翻找着，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，可能是收银台里的零钱比较少。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，吓得我一个哆嗦。猛然间，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，我咬紧嘴唇，悄悄地走到了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，没想到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。糟了！下一秒，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他朝卧室走来了。
我的心跳再次加快，恐惧和紧张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。突然，门把手被他来回拧了2下，多亏我反锁了门，他并没有拧开。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，我用力捂住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接连不断的撞击声响起，我的魂都差点吓没了。巨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。在我以为他下一秒就会破开门的时候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，似乎是他身上的。他好像迟疑了几秒，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，脚步声竟然又返回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。门外响起了一阵打砸声，没几分钟便没了声响。一阵漫长的等待，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，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警察赶到时，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，说话依旧哆哆嗦嗦。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，我泪流满面。警察同志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平时对他很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他是这一代的拾荒者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，不停地哀求我，我见他可怜，就给他煮了一碗面。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，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。渐渐的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，每天都来吃饭，而且还自来熟的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。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可是考虑到他身世可怜，就默认了他的行为。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，着急关店门的我便把他拒之门外，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他怀恨在心。2018年11月，为了节省房租，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。看着破旧的大门，我问房东能不能帮我换个门。这门很结实，这么久都没出事，换不了。看着房东坚定的眼神，我有些无措。可这房租确实便宜，我便咬咬牙租了下来，喊人上门换了锁。2019年1月，出差了好几天，听说前2天好几户人家门锁都被撬了，被偷了好些东西。隔壁的小情侣家被偷得最狠，连晚上吃剩下的排骨汤都被连锅端走了。看着小姐姐唉声叹气借菜刀的模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我仔细检查了我家的门锁，似乎没有被撬开的痕迹。2019年2月，过年回来后就听房东说要涨房租，原因是他帮我们这栋楼找了一个守夜值班的大爷，还是因为之前遭小偷惦记的事情，房租涨了500，让本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。上个月同事还让我和他合租，看来我得考虑一下了。2019年4月中旬，最近总加班，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，钥匙孔又生锈了，抽空得找个师傅看看了。最近这么晚还有人搬家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2019年4月下旬，没想到我居然遇到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闺蜜在我家玩了2天刚走，却突然有人敲了我家的门。这种单身公寓都没猫眼，开始我以为是闺蜜去而复返，但我问了门外好多遍，却没有任何人回答。楼道的脚步声响起，特别清晰，一直在门口徘徊，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上。我再次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搬家。2019年5月，最近我失眠更严重了，因为从那天之后，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我问过房东了，他说应该是大爷在值班。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？不对呀，大爷一般不是到凌晨1点左右就休息了吗？我难道幻听了？突然想到隔壁的邻居都搬家1个多月了，可我也总能听到他家似乎传出来有人念叨的声音。不行，太恐怖了，我还是得搬家。2019年6月，我被人盯上了。我刚从快递站取完快递，便往家走去。突然，我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我的身后好像一直有个人在跟着我。我吓到了，直接僵在了原地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身后的人竟然也不走了。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许久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疯了一般冲上了楼，头都不敢回。我赶紧冲到了家门口，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但因为钥匙孔生锈，我一直没能打开。此时他已经走到了我的身后，正站在那里看着我一动不动，然后打开了隔壁的房门。2019年7月，我终于搬走了。听房东说，隔壁那个小伙精神不太正常，他总喜欢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跑，但都没恶意。可我再也受不了了。自从我知道他住我旁边之后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仔细听了一会儿隔壁的念叨声。这次我终于听清楚了，他竟然一直重复念叨的是我的名字。我居然在家窗户上目睹了杀人现场。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左手高高举起刀，劈向倒在地上的人。凶手刚杀完人，刀还没有从尸体上拔出来，他就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宽大的帽檐下露出了一抹瘆人的微笑。我哆哆嗦嗦地拉上窗帘，试图拉开2个人的距离感，眼前的视线一下被遮挡住，脑子这时缓慢地转了过来。报警，我得报警！我差点要哭了出来，双腿发软蹲在地上，手几乎都拿不稳手机，慌忙地拨打了110。救命！杀人了！
我脑子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女士，别害怕，您的地址是哪儿？警察安慰我说，马记公寓1号楼2单元804。警察的声音让我安心一些，顺利报出了家庭住址。我又继续说，我在窗口看见对面有个人杀人了，对面应该是4单元1栋6楼，而且他看见我了，他会不会继续杀了我？我说着说着，心跳得越来越厉害。我知道我现在很恐惧，对死亡充满了深深的恐惧。好的，女士，我们马上就赶来，请你把家里面的门窗锁好，保护好自身安全，也请保持我们能顺利通话。我机械地连连答应。我踉踉跄跄地锁好了门窗，然后躲进了卧室的衣柜里。我还把灯给关了，装作家里面没有人。眼下周围一片黑暗，不过却让我安心了不少。我不停地看着时间，安静的空间里只能听到钟表时针转动的声音。短短几分钟，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突然间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女士，你在吗？我是警察。有人在大喊道：“警察！”太好了！我挣扎着从大衣柜里爬出来，揉了揉发麻的大腿，走到门口。我正打算开门时，敲门声再一次响起。你好，女士，把门打开一下，我是警察。只不过这个声音好像是敲的隔壁的门，我瞬间就意识到这个警察是假的。我心里一根弦被紧紧绷着，意识到那个杀人犯是来找我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的全身开始抖动。原来我这么怕死。等了一会，听见没有声音了，我扶着门一点点靠近猫眼，猛地一颗的眼球被无限放大。我看见你了！杀人犯突然开口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叫出来。他不紧不慢地扣着房门。女士，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是警察。是你报警的吗？最后一个字，他尾音无限延长进入了我的耳里，好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我开始不由得全身发麻，紧张的气息向我涌来，我该怎么办？指针的转动声，为什么指针的转动声这么大声？为什么我眼前漆黑的地方出现了一丝光亮？好刺眼！耳朵里响起声音：“小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眼前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，突然手上的酸痛感袭来，发现我的左手被靠在床上。你是谁？为什么靠着我？这里是哪儿？我下意识的想要挣脱。别乱动！白大褂的身后有人在说话，这个声音好耳熟，好像是那个杀人犯的声音。我害怕的朝那个方向望去，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缓缓走来。女士，你昨天晚上报警说目睹有人杀人，经过警方的核实，发现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你。我是杀人凶手？绝不可能！我在窗前清晰地看到那个人的行凶全过程，他还是个左撇子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将对方砍死了。旁边的医生解释着，我激动地大声辩解。昨天的一幕我看得真真切切，发生在我身上的细节我也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怎么可能变成杀人犯？警方经过核实发现你患有精神分裂症，作案期间处于发病期。一瞬间，我大脑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。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，你用右手拿刀将对方砍死了。昨晚他们按我说的出了警，发现对面我说的楼层根本没有发生凶杀案。随后警察又来到了我的家，可是我却拒绝配合警察。一番焦灼后，他们只能强行入门，而我也在这时头疼欲裂，晕了过去。被害人也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，早已经咽了气，凶器上只有我的指纹，地板上也全是我的血脚印，还搜索到了我杀人时所穿的衣服。怎么可能是这样？我几乎抓狂。那我杀了谁？这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。是你老公。医生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，我再次崩溃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现场散落着很多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，我猜测应该是你老公想让你吃药，引起了你的反感。无法想象他当时该有多绝望，他最爱的女人将他推向了地狱。最近我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起初我觉得是我的职业病在作祟，直到某天凌晨，无意间垂眸一瞥，一双漆黑狂热的眼珠藏在床底，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深夜12点，我卸完妆，略显疲惫地走出卫生间，冷风从没关紧的窗缝里吹过，带来些许寒意。我抱紧手臂，心里有些疑惑。回家后，我明明关紧了门窗，现在又怎么会打开？难道是进贼了？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，忽然
外头客厅传来轻微的摩擦声，我浑身一抖，冷汗瞬间冒出，脸庞也变得毫无血色。这些诡异的动静又开始了。半个月前，我搬进了这座单身公寓，原以为能过上梦想的生活，谁成想我的周围怪事不断，莫名其妙坏掉的吊灯，凌晨睡梦中听见的轻微脚步声，落在身上冰冷又黏腻的隐约视线。我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这惊悚的念头让我的神经绷得很紧，导致工作时的状态也特别差。此刻头顶灯光闪烁，在昏暗幽静的公寓内，这道忽明忽暗的光线显得十分诡异。因为拍摄录制实在忙碌，我一直没有空叫人来修吊灯，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心中的不安感越发严重，我匆忙扭过头，不敢再看身后景象，一路慌张地逃进了卧室。卧室门被用力关上，我捂住胸口，灯都没来得及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。床头柜上正在充电的手机亮着令我心安的屏幕光，我忍住恐惧，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心惊胆战了好一会儿，门外的摩擦声好像忽然消失了。我坐在地上，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幸好我没有按照以往的习惯将手机放在客厅充电。这个念头闪电般将庆幸的我劈将在原地。充电时，我的手机明明是关机锁屏状态，可此刻手机屏幕却一直亮着微弱的光芒，它分明已经被人解了锁。我腾的一下从地上站起，谁解锁了我的手机？这一刻，家里肯定进人了，这种恐惧感疯狂席卷了我。我哆哆嗦嗦拿起手机给经纪人老韩发了信息。就在此时，寂静的空气中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喘息，是属于男人的喘息声。我的动作猛地滞在原地，黑暗中我对上了两只漆黑阴沉的眼珠，那双眼睛布满血丝，此刻正瞪成一个夸张的弧度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他竟然就藏在我的床底下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冲我森然一笑，然后慢慢地将硕大的身躯从床底挤出。安静的卧室里充斥着男人费力的喘息声，在我惊恐万分的瞳孔中，男人狂热无比地朝我扑来。小贝，我爱你，小贝，和我在一起吧！我惊恐的尖叫，用力攥住了门旁边的衣架，用尽全力砸向男人的额头。他瞬间跪倒在地，发出一声杀猪般的痛喊。男人朝我怒吼：陆小贝，你这个贱人！我的眼泪不知何时已布满脸庞，疯了般打开卧室门，拼命往外逃。之前我就听过私生饭的传闻，没想到这么疯狂恐怖。幽暗狭窄的走廊此刻格外的长，头顶的吊灯不断忽闪，寂静的公寓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和男人气急败坏的叫骂。这座公寓地处偏僻城郊，平时鲜少有人来，求救根本没有用。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身后男人激动扭曲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咬紧牙关，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大门，屏住呼吸，奋力向前一跃，企图握住公寓门把手。我握住了，眼里猛然绽放出巨大惊喜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将大门彻底拉开，下一秒我的头皮一阵剧痛，男人毫不留情地抓住了我的头发。我忍不住惨叫一声，身体被强制拖回公寓，眼睁睁地看着打开一丝缝隙的大门离我越来越远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我泪流满面，不肯放弃的大声呼救。男人格外恼怒，一脸狰狞恐怖。贱人，还敢叫！他喘着粗气，扬手就是响亮的一巴掌，火辣辣的触感从脸上蔓延开，剧烈的痛苦让我瞬间失声。这就对了。男人咧开嘴笑了起来。小贝真乖呀！我剧烈颤抖着，男人神经质地抚摸着我的脸颊。和我在一起吧，小贝。他声音阴冷而黏腻。你放心，谁也没办法拆散我们。男人冰冷的左手落在我的睡衣领口，我惊恐万分地瞪大泪眼。随着衣物裂开的声响，男人的脸剧烈耸动，目光兴奋且痴迷，下一秒就要把头凑过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崩溃的痛哭出声：谁来救救我！忽然，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大门被打开了，肥硕的男人被人强行从我身上拉开，随后被来人一脚踹在肚子上，哼唧了2声没了下文。我蹲在墙边止不住的哭泣，一件西装搭在我的身上，是我的经纪人老韩。他不停地安慰我说一切都过去了。后经调查得知，这个男人一直是我的私生饭，阴差阳错的被他找到了我现在的住址，于是就有了这次事情的发生。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大，我一直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，迟迟无法走出来。如果每到半夜你都能听到门外有奇怪的敲门声，你会怎么办？周五晚上，我很早就睡了，但由于我睡眠很浅，再加上房子隔音效果也很差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我就一直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地上下楼，脚步声非常有节奏，从2楼上到我住的3楼，停了有10几秒钟，然后再上到4楼，到了4楼，脚步声会突然消失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那个人就会再下来，就这样来回的走动。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想了想，那个人毕竟是在外面，我门都锁了，他就算有什么企图也一定进不来。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。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，躺在床上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，那个脚步声持续了将近有1个小时。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。还没等我缓一口气，
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汗毛直立，犹豫了半晌。我悄悄打开了卧室的门，望着门口，竖起了耳朵仔细听了听，直到发现他敲的是对面的门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面都没人住，那人敲一会儿就走了吧？就这样，我一直站在卧室门口等着外面的人走掉，僵持了10分钟，这个敲门声依然没有停止，而且每次拍门间隔的时间几乎都一样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我挠了挠头，如果再这样敲下去，我就不用睡了。嘟囔间，我鼓起勇气走到了门口，趴在猫眼上看了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长裙的女人站在对面，伸着手不停地在拍打着门，她的姿势非常僵硬。我隐约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个地方很奇怪，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我又说不上来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敲门，再仔细看时，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道。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终于走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晚上，昨天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没过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开始敲门，又一次被半夜吵醒的我特别生气。一看手机，又是凌晨2点，我皱了皱眉。要是每天晚上都这样，那以后就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我冲到了门口，隔着门对女人喊道：“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？”喊过以后，我就趴在猫眼上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那个女人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依然还在敲着门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没睡好的烦躁感突然压过了心底的恐惧，心一横，我直接打开了门。你要再敲门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这属于扰民，知道吗？说完以后，那个女人确实不再敲门，但依旧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转身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这短短10几秒间，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，穿的衣服没有问题，头发和脚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她的手臂却很奇怪，明明衣服没有袖子，但整条手臂却是黑色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，恐惧席卷了我的神经，我赶紧伸手想要把门关上，但就在关门的时候，女人突然转过身，咧着嘴就朝着我扑了过来，还伸出一只手想要把住我的门。我害怕的浑身颤抖，咬紧牙关，用最快的速度有惊无险的把门给关上了。关上以后就马上反锁了门，这个女人也没了动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吓得面色苍白，我不知道她是已经走了还是站在外面，我不敢去看猫眼。缓了一会儿后，我拿出手机就赶紧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以后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录完笔录后，警察就走了。折腾了一夜，我都没有再睡着，这得亏今天也不上班。早上8点左右，就在我准备补觉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房东。他大早上的打我电话干什么？按了接听键，就听到房东抱怨的声音：“哎呀，小心啊，这点事儿你咋就报警了呢？”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一宿没睡，我脑子都有些懵，反应过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女人。听房东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对面以前住着一对夫妻，后来男人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也不知道男方已经结婚。没过多久，这件事就被男人的老婆发现。这男人老婆也是挺狠的，直接拿着一瓶硫酸就找到女人的家里。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男方的老婆被抓走，而女人面部毁容，重度烧伤，又被男方抛弃。后来就精神失常，隔三差五的去找男方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男方早已经搬走，没了音讯。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正巧碰到这个外卖小哥，那我可能就遇害了。2天前，我想去取落在闺蜜家的包包，包包就在电视旁边的架子上。手机那头，闺蜜的声音明朗：“我今天加班，你先过去吧，反正你手上有我家的备用钥匙，3楼307。放心，你家门牌号我记得比我家都熟了。”挂断了电话，起身前往了闺蜜家。刚到门口，正准备掏出钥匙开门，突然听到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感到奇怪，动作停了下来。小美已经回来了吗？就在我犹豫的片刻，门突然向里面打开了，出来一个男人，30出头的模样，看着憨憨的。我愣了一下，那男人却抢着说道：“你先进来吧，他没在家。”这么熟稔的语气，可能是男朋友吧。我边迟疑边进了屋子，男人已经勤快地端了杯水递过来。我道谢后接过水杯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没什么异样，只有卧室的门虚掩着。男人似乎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往我身前站了站。我对着墙指了指：“我过来拿包的，拿了就走。那个包花了我大半个月工资，上次带过来是为了跟闺蜜炫耀一下，没想到竟然落在她家里了。”哦，我帮你拿过来。那男人挠了挠头，便去帮我取包。我拿出手机给闺蜜发了个消息：“行啊，男朋友挺勤快的，除了年龄大了一点。说吧，人在哪找的？”我噼里啪啦发过去一段文字，没过2秒，闺蜜信息就回过来了：“你说什么呢？我哪有男朋友？”我迅速提取到了闺蜜信息里的关键字：“没有男朋友。”那面前这人是谁？我脑海中迅速浮现一种可能，瞬间冷汗直冒，全身僵硬。那是这个包吗？此时我在看这个男人，只觉得他笑得特别怪异。我捏着包包假装镇定：“谢谢你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帮我跟小美说一下，
说罢，我就往门口走去。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，但是我却觉得好远。刚到门口，男人突然开口：“时间太晚了，你一个小姑娘不安全，我送你到小区门口。”我顿时僵住了。不用了，太麻烦了，我自己下去就好了。我送你。男人依旧机械重复这句话。我全身汗毛倒竖，恐惧从脚底攀升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人在极端恐惧的时候是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脚的。我呆站在原地，突然听到电梯门打开的声音，一个外卖小哥如从天降般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。只见他还在低头拿着手机，看着像准备给顾客打电话。张哥，这么巧，今天你送这一片区的外卖吗？我装作很熟练地跟他打着招呼。就在他还在懵逼之时，我就迅速冲过去，死死拽住了他。他望向我，我知道我现在肯定满眼都是惊恐之色。他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般，啊，对呀，我好像按错了楼层，正好送完这单，我今天就准备结束了，咱们一起去吃点东西。我顺着他往电梯走去，不敢往后看闺蜜家。我知道此时那个男人正站在那里死死盯着我。刚出电梯，我迅速拿出手机给闺蜜打了电话，确认她真的不认识家里那个人。在附近派出所汇合后，带着警察一起去了闺蜜家。屋子里有明显被翻找过的痕迹，而那个男人已经不在屋子里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男人是偷窃惯犯，那天在闺蜜家踩点，刚巧我去取东西，如果没有遇到那个热心肠的小哥，我估计就得遇害了。室友的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一辈子阴影。我们大学的宿舍是上床下桌的4人宿舍，还有一个大大的衣柜，分成4个人使用，每个空间都比较充足，能放很多东西。我其中一个室友叫小美，性格比较孤僻，平常跟我们也不怎么说话。虽然在一个寝室，但她总是独来独往，从不与人亲近。而最近我们寝室的气氛更压抑了，可能是失恋的原因，小美在寝室一连哭了好几天，大家晚上也总被她的啜泣声吵醒。虽然知道她听不进去，但我们偶尔还是会安抚一下。这天晚上9点半，洗完漱的我们发现小美还没回来，但是以前她经常夜不归宿，所以大家并没有在意。小可还在一旁说：“真好，小美不在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”就是她在寝室感觉气压都变低了。小西也应和着，还八卦起了小美的男朋友。我也在一旁笑盈盈的听着。很快10点多，寝室熄灯了，麻吉先生的视频也刚更新，我也兴致勃勃的在评论区留言。突然收到了一个短信，是小美发的：“我晚上不回寝室了，麻烦帮我锁个衣柜，钥匙在我桌子上。”没多想，我回复了好。我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摸黑爬起来帮她锁了柜门。第二天必修课比较多，但小美依然没来。我心想着是不是睡过头了，小可还帮忙答了道。下午课间的时候，我便打电话过去，发现电话关机，她估计手机没电了。晚上小可买了螺蛳粉回寝室吃，我忍不住吐槽这味道真的冲。因为第二天的考试，我还堵着鼻子紧张着复习。奇怪的是，当天晚上小美还是没回来，我也打了几通电话，可都是关机状态。我又给她发了信息提醒：“小美，别忘了明天考试。”想着考试她肯定就会回来了，可直到考完试，小美依旧没出现，我们才意识到不对，赶忙通知了导员和学校。一整天时间，老师和同学都在帮忙找，甚至小美的父母也连忙从外地赶了过来，一直没找到，也没有人见过小美。警察也很快介入调查，我们3个配合录完口供到寝室也已经很晚了。洗完漱便昏睡过去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了手机的短信声，打开手机看到已经凌晨1点多了。我瞳孔大张地盯着这条信息，脸上渐渐地冒出了冷汗。短信是小美发的：“麻烦你帮我开下衣柜。”我瞬间意识到了什么。安静漆黑的寝室，我缓慢地挪开被子，坐了起来。我望向衣柜，甚至不敢下地。我颤抖着，伴随着哭泣的声音喊起了他们。随后小西跑去通知了宿管，我不敢在寝室待着，小可便陪我走到了寝室门口。2名宿管听了小西讲述后，其实也是胆战心惊，但职责所在，还是拿钥匙打开了那个柜门。里面的景象顿时吓坏了大家。柜子里是头发散乱、身体僵硬且浑身带着点排泄味道的小美。她是打算把自己关在柜子里活活憋死，也许实在是饥饿难忍，求生欲让她发了那条令我毛骨悚然的短信。最后奄奄一息的她得救了，我们也被吓得不轻，果断在第2天要求学校帮我们换宿舍。小美在那之后也被爸妈接回去了，直到毕业，我也再没见过她。